这家伙就是这般出气的。九五哑然失笑，但笑容突然就僵在了脸上。好热啊，浑身血脉似乎在疯狂涌动，我浑身上下竟开始出汗，体内一股浑浊的阳气迅速膨胀。糟了，是那药酒！劲道怎么这么足啊？九五感觉自己的先躯像是在燃烧一般，急促的呼吸像是喷火一样，浑身上下开始冒出热汗。他立刻尝试着排空药力，却发现药力已经进入了浑身的血脉。九五瞬间站起身来，弓着身子，目光满是着急。长寿师侄，快让我回去！不对，这家伙就是要看我这般狼狈。忍，必须忍！我九五已是半步天仙，这点药力还扛不过去。只要想想，诗诗就在住处等我回去之后自可。更难受了，绝对不能想世界。我怕更不能出丑，这家伙的生影球还在罩着我。随手将自己手中的生影球捏碎，九无再次打坐，飞速地念动静心诀、清心咒。半个时辰后，哎呦我去，这是10岁之位的事，这怎么忍得住啊？长寿啊，师伯认栽了，以后再也不算计你了，如何？无人回应。九无着急的团团乱转，浑身仙力压制着那股浑浊阳气，在困阵之内一阵乱走。突然间，他看到了一只木牌，木牌上写着几行字迹，连忙凑过去看看。啊，这是天道誓言，哇，开口就是感念明示咒，这么狠！自此时起，我达在不清洞仙门小求封弟子祈愿道长之徒李长寿师侄的允许下，安排李长寿做任何事，不得泄露半点有关李长寿师侄的一切讯息给任何生灵、任何法器、任何工具，不得！哎呀，可难受死贫道了哟！不是，这誓言内容倒是稀松普通，就是保密在家以后不乱做安排呀。违背誓言的后果如此恶毒，要丧失小弟弟。九无急得一阵跺脚，却将木牌摔在地上。本师伯怎么能受你这般胁迫？当下，矮道人弓着身子缓缓躺倒，继续压制着那团阳气，咬牙忍耐。片刻之后，这矮道人红着眼睛嘶吼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射来木牌就开始诵读感念明示咒。天道顿生感应，小琼峰上空响起了闷雷之声。数百字的誓言诵读完，周遭大阵缓缓消散，连同外围的大阵也尽数关闭。九无扭头寻找，没有找到半个人影，火急火燎的一跃而起，飞速冲向了破天峰的方向。诗诗，你千万不要闭关了，诗诗。待九无走后，李长寿的身形缓缓自草地中冒出，拿起了自己的那只生影球，小心地收了起来，袖袍一摆，将此地困阵融入了周遭大阵中。走到那木牌前，看着木牌上已经开始飞速消退的字迹，李长寿露出了淡然的微笑。暂时搞定。2个月后，约定一同炼丹的日子。哎，小寿寿，你那个送我五师兄的药酒还有吗？我四师姐说想用几本法术换药酒的配方，法术随你挑。那边还有半坛，
配方我稍后整理出来给你带回去。法术的话，就挑威力强的就是了。李长寿头也不抬地回答着，继续分离手中的药草。九九凑到角落中，就是这个，闻着味道好古怪啊。就是那个。李长寿刚要低头继续忙碌，又突然想起什么。哎，这酒女子可不能乱喝啊，这是给男子特备的洋酒，女子喝了会出事的。咣当一只小木勺砸落在地上，里面还散落着少许的酒液。九九瞪着李长寿，啊，这个喝了会怎么样？动作这么快的？李长寿的额头挂满黑线。也就长胡子，大概吧。只是长胡子呀？哇，吓了师叔我一跳。九九将木勺射回手中，又闻了闻旁边坛子里的酒水，有些后怕。我还当会阴阳失调，变成不男不女什么的。李长寿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对于小师叔的逻辑思路一向都是十分的钦佩。师叔，今天这炉丹炼完之后，我大概要闭关半年到1年，修行3昧真言。那几样酒我都提前为师叔准备好了1年的份额，但这个东西喝多了也不太好，师叔您还是适量饮用。就在那坛酒旁边的架子上，老地方。半年吗？九九收起那几只酒壶，将几只空着的酒壶随手放了上去，背着手从旁边走了过来，一本正经地叮嘱道：虽说3昧真言从反虚境就可以修行，但这东西最开始需要燃烧精气神，凝练火种。你千万别心急，练法术练到亏损元气，结果把自己弄得神虚气虚精虚，那可就糟了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继续埋头分理药草。九九无聊地打了个哈欠。我最近几年卡在瓶颈，修行突破都有些麻烦。不过以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状况，卡几年瓶颈，莫名其妙就自己突破了。突破以后就要闭关几年，有可能是几10年，可能你就很长时间见不到本师叔喽。啊，师叔现在已经主修无为经了吧？对啊。九九射来一张竹椅，坐在桌子旁，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。等你成仙了，也能修行无为经。如果你资质好点，反虚境就可以修行。可惜啊。不对了，我听五师兄说，你师父好像也开始参悟无为经了。师父2个月前得到了门内执事送来的经文。其实师父这般心态，修无为经最为贴切了，不强求，不多求。小长寿，你怎么跟咱师尊讲话一个调子？先前九巫师伯也给了弟子一份无为经上卷，这些话不都是经文里的意思吗？原来是这样。九九呢喃一声，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李长寿整理草药，不知不觉就有些出神。小瘦瘦，你其实也挺好看的呀。怎么之前没发现呢？已经准备开始炼丹的李长寿扭头看了过来，发现师叔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，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梦话。成仙之后，仙躯无垢，小师叔的中长发常年不打理，也是丝丝顺滑，乌黑光亮。只是扎了一个简单的凤尾辫的他，没有首饰，不施粉黛，给人的感觉却是那般简单清澈。熟睡后的小师叔，当得肌玉肤凝脂，心清神剔透这般形容。可惜醒着的时候就太跳脱了一些。摇头一笑，李长寿轻手轻脚地走去了丹房之外，观赏着自己在阴阳鱼造型的池子中养的那些小灵鱼，等久久小气醒来。毕竟
自己是有求于人，借助久久精纯的仙力来炼丹，总不能对小师叔太过苛刻。2日之后，炼完了丹药，李长寿暂时封了丹房，仅开启了丹房附近3里之内的阵法。待送走九九后，他又去找兰陵娥，叮嘱了一下自己要闭关之事。这一次闭关，李长寿就是要将三昧真言的火种正式凝成，差不多也要半年的时间。正身着宽松练功服，在柳树下研究撒药技巧的灵娥顿时有些纳闷。师兄，你这次不在丹房那边闭关吗？修行三昧真言容易炸房，我稍后会弄一只小木筏去湖中闭关，这样会稳妥些。灵娥轻轻眨眼，有些欲言又止。李长寿放了几只瓷瓶在他手中，叮嘱他每瓶丹药的用法和用量。心底不断思量之下，小灵娥还是小声问了一句：师兄，三昧真言不用藏吗？这法术不是很厉害吗？李长寿随手敲了一下师妹的脑壳，自然没有用什么力道。2个人虽然面对面，李长寿还是用传声之法细细解释。这几年刚停了授课，你就把我教给你的都忘了？三昧真言是9599师尊赐下的，故意藏起来不用，反而会更让人起疑。须是旁人想不到，猜不到，不会根据你平日里展露之信息联想到的，才算是底牌，而非单单以威力大小来论。灵娥吐了吐舌尖，低头乖乖受教。李长寿又拿来2只瓷瓶，传声：这2瓶丹药放在师傅门前，这是给师傅炼制的仙丹，有化浊反清之功效，你可不要偷尝啊，会被仙丹的药力给撑爆的。那师傅吃了岂不是呢？难呐。李长寿摇了摇头，轻叹一声，朝着林中漫步而去，准备制作接下来要用的小木筏。兰陵娥打开玉瓶闻了闻，一股精纯的元气扑面而来，她轻轻地吸了一口，整个人都有些头重脚轻，晕晕乎乎的回到自己屋内，连忙打坐修行化解药力。李长寿见状轻笑了一声，找了一片老林，挽起袖子开始大干一场。2日后，什么动静？刚打坐醒来的兰陵娥起身从木窗看出去，小嘴一张，轻呼了几声，漂亮的额头满是黑线。我稍后会弄一只小木筏。脑海中回想着师兄刚才说的这句话，再看看湖面上刚下水的那艘50丈长的简陋大船楼，兰陵娥忍不住拍了拍额头。哎呀，师兄对大小2字有什么误会吗？兰陵娥低头看了眼自己练功服的曲线，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。臭师兄果然被99师叔带的失去了正常的大小标准。其实李长寿并不是一个注重享受的人，在制作一些小玩意儿的时候，他更注重实用性。小木筏只是用木材简单的拼接而成，并没有什么禁制，就制作难度而言，确实算是小玩意儿。闭关之所在，必须有简单的示警阵法、隔音阵法、防探查阵法，而为了摆放隐藏这些阵法的阵基，总归是需要一些空间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些小设计。2层高的楼船，总共有7个相同大小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是互通的，都摆了一张坐垫。稍后自己闭关，开启周遭阵法之后，还会在各个房间摆放几个纸人。若有人触动阵法，这些纸人上的禁制会立刻被启动，化作他的身形，足可以以假乱真。这简直就是防暗算的必备良品了。可惜这般设计还是有些不太完美，还有1/7被刺杀的几率。灵娥，我现在就要开始闭关了。得到了李长寿的传声，兰灵娥赶忙走到门前，
对站在楼船上的李长寿挥挥小手。李长寿双手结印，小木筏上一层层阵法开启，将下方的湖面遮起了一大片区域，小木筏也在一层层光膜之中变得模糊了许多。少顷，水面上出现了少许白雾，蓝灵娥也看不到师兄在何处了。李长寿挨个房间都放了纸人，又悄悄地躲到了一处偏僻的舱室，在角落中摸索了一阵，打开一个暗格，下方便是清澈的湖水。掐了一个法印，施展幻形术，化作了一条灵鱼，毫无声息地钻入水中，朝着同样被层层阵法笼罩的水底遁去，只留下了7张纸人躺在各处舱室。之所以把木筏搞得这么大，主要是想让这几层阵法能够笼罩住水下，而下方就是李长寿的第3闭关地。师父当年带小灵娥上山那次，他就是在此地闭关，将幽冥冷火凝练到了小成。五行水克火，在水底修行火法，其实是防火气汇聚过多而引起自爆的绝佳手段。就是原本绿树茂密的小琼峰，突然间秃了那么一小片。东海水晶宫。大胆敖乙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目无尊长，有辱无族之威，诋毁无族之荣。你可知这是何等罪责？空旷的二太子殿中，龙族少年敖乙被一条锁链困在铁柱之上，紧紧闭着双眼，耳旁依稀回响着当日的一声声怒骂。他嘴角冷笑着，忍耐着背部的刺痛，目光却始终如当日那般坚定。敖乙现在只觉得这水晶宫十分的荒谬，而且无比可笑。当他站在那日庆功宴之上，面对着一直在眯着眼睛装睡的父王，说出那句孩儿想拜师渡仙门，修行3教圣人法，那一张张震惊、不敢置信又迅速扭曲的龙首面孔，那一声声大逆不道、龙族之耻、不知所谓的怒骂，那些龙族高手暴涌的气息，将他这条刚满10岁的小龙几乎是当场压扁。